大家好，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跟旅游有关，那就是因为我最近发现我的护照快要到期了，这是我第一本10年的护照。那刚好在10年前的时候呢，智慧型手机我也换了第一台，所以就有一些照片，我就稍微翻了一下，就是过去出国去玩的照片，发现好像可以做一个回忆录。虽然那个时候没什么在录影，然后拍照技术也不太好，不过就是想要稍微回忆一下10年以来都去了哪里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呢，会从2014年开始，到疫情前的2019年，然后疫情之后应该会是下一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回忆吧。冲绳比较知名的景点主要是在那霸，一开始我以为会去，所以就找一堆那霸的景点，没想到后来呢是去中北部的地方。那时候手机没有记录拍摄的地点，不过有拍到一个公车时间表，所以推测应该是在这附近。去的时候天气还蛮不错的，就是阳光明媚这样，空气比台湾干燥很多，所以我就一直流鼻血，还吓到路过的日本欧巴桑。然后看了很多海洋生物，像这个是搭船出海，然后船的下面有一块是透明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游来游去的鱼。我觉得它是蓝色的，可是它不怕，它是来干嘛？表演，串通好了。怎么了？那有东西可以吃。哇！难怪船一来就过来，哇，还打架，你在打架。其实很近哎，太远了。难怪他们会过，因为就说食物来了，食物来了，赶快过。好多鱼是。美味しいですね。嘿嘿嘿嘿。美味しいですね。好大只哦，弟弟，那个好肥哦。像不像姐姐？哪有？回回的。难怪他们就会过来，看他们都不怕，等着吃食物。所以他们也很聪明哦。食物来了，食物来了。后来去了海洋博公园的水族馆。当时在冲绳都是搭公车行动，印象很深刻的是每一站的价钱都不同，不像台湾就是2段票这样。那以当时的汇率来计算，我觉得很贵，就是我当时留下的印象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搭的距离也蛮远的。最后是一些当时吃的食物。这一次的行程主要在东京迪士尼和浅草。
前2晚住在迪士尼附近的饭店，我记得是 Hilton， 他们家的饭店品质都还蛮不错的。那迪士尼周边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电车路线，可以从饭店区到游乐园。我觉得游乐设施都算老少咸宜，不会有太难太晕的。我们有买快速通关，所以热门设施都有玩到。但是后来迪士尼有改快速通关的规则，我去年去的时候不太一样，所以去之前要再研究一下。那时候买了2个造型的爆米花桶，米奇跟米妮，还蛮可爱的。结束了迪士尼的行程，搭着地铁来到了浅草。浅草是有名的雷门，当时在下雨，但是人也还很多。在东京的百货公司发现一间很好吃的抹茶店，叫 Nana's Green Tea， 后来在信义区有开店一阵子，只是现在又没有了。到竹地市场吃生鱼片，味噌汤里面有超多鱼的。然后刚好那一天是除夕夜，所以就说是年年有余。然后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汤里面的鱼多到我吃了应该有20-30分钟以上才把它吃完。那这一年是因为我妈想要避寒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去马来西亚。那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真的超热，在2月可以感受到30度的大晴天，跟夏天一样。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这么热的天气。那这次行程的前2晚呢，是住在黄金海岸的一个度假村。出发前在网络上有找到资讯说，吉隆坡机场有一个专门卖计程车车票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买好拿着车票去找那个司机的时候，司机又很不高兴，又跑回柜台，然后还瞧了很久，好像是价钱没有瞧拢。那他们主要就是用马来语沟通，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发生什么情况，然后弄了很久才出发。他们在黄金海岸住的这家度假村，本来就是说，好像是包吃包住，然后包玩，有很多游玩设施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看旁边就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是空无一人的海岸，然后餐厅的食物也没有很便宜，然后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好吃，那服务人员的态度就是那种散散漫漫的感觉，就有点爱答不理的。就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觉得有点雷。现在看他的 Google 评论，好像还是差不多，所以不推荐这个点。那我有问过，之前问过马来西亚的玩家，然后他们说我是去错地方了。后来我们回到吉隆坡，住的是 Hilton 的饭店，然后服务态度就是天壤之别。在吉隆坡的时候，就有去一些网络上推荐的景点啊，买伴手礼。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，在中央市场吃了一个海南鸡，好像是我印象中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。然后那边上厕所要钱，然后我们又买了椰子水，所以就一直去上厕所，一直去付钱，然后我妈很生气。然后后来又去了那个 Twin Tower，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地标，跟他拍照。之后又去了那个 Old Town 白咖啡的那个咖啡店，在那边吃饭。然后咖啡店有个男店员，我妈说她觉得长得很像 Tom Cruise， 所以还跟他照相。这次去大阪主要的目标就是环球影城，因为电视广告一直在播，就很想要去看哈利波特园区。我们住在地铁站附近，应该是近铁环球影城酒店。酒店的楼下跟商场有连接，但是 Google Map 上没有显示，所以就导致我们跑出去绕一大圈，害我被妈妈骂。
在 KKday 买了环球影城的门票跟快速通关期，就是可以快速玩到7种设施，其中3项是有指定时间的，像是哈利波特的竞技之旅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去玩回来2个月就开了小小兵的园区，现在又多了任天堂区，所以找时间一定要再去一次。抽出了1天到京都，然后主要是去看清水寺。清水寺附近有很多日式小店，还蛮好逛的，还有抹茶冰淇淋，便宜又好吃。这次的行程主要在新宿原宿地区，然后从松山飞到羽田机场之后，搭乘立木金巴士来到新宿华盛顿饭店。饭店的早餐在25楼，可以边吃边看美景 ，view 还不错。第2天早上还因为睡太晚，进去要排队。这边离东京都厅很近，然后到处都是奥运的宣传海报。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疫情，所以延期了。那主要有去几个景点，像是花园神社，在市区里面的一个神社，就是外面很吵闹，但是里面很安静，还蛮漂亮的。那换饭店的时候有去新宿中央公园，天气很好的话可以顺便散步。有路过新宿御苑，但明明不是休园日，就是没有开。后来又去了明治神宫，那明治神宫是蛮大的，它是日式花园，好像是明治天皇的花园，然后有好几个出入口。那我们是从地铁代代木站走过去，那走大概5到10分钟吧。另外一个出口就在 JR 的原宿站旁边，那完整走完整个明治神宫要2到3个小时，就看个人。它那个地图真的超大一个，所以我们后来从 JR 原宿站的出口出来之后，去了号称小巴黎的原宿表参道，路过一间爆米花店，看到超多人，所以就好奇进去一下，然后发现它还蛮好吃的，所以就买了不少回去饭店吃。我最喜欢盐味的。在表参道吃了寿喜烧，但是我妈觉得太咸，她不喜欢。隔天到神乐坂地区，先在河边喝咖啡，一边欣赏美景，吹吹风，还好天气还不错。那后来去了季之善吃甜点，有我最喜欢的抹茶，可惜现在已经歇业了。然后到善国寺的时候已经天黑了，所以就在门口停留拍照一下。最后介绍每次我去日本必买的泡面，上次我也有买，面条超 Q 的酱油拉面正面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面。上一次去大阪，然后有一天有去京都1日游，回来之后觉得意犹未尽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整个行程都安排在京都。那没有想到是疫情前最后一次出国。那离开关西机场之后，就搭乘特急列车来到京都的饭店。第1天先去了锦市场的景满天宫。第2天来到知名地标，地理课本上一定会有的福建道和大社，人真的超级多，然后那个行走速度是慢到不行。然后沿着鸟居爬到山上之后，可以看风景。下山的路上觉得饿了，就在山里面的小店喝抹茶、吃八桥，都是京都当地的特色点心。下山之后的市集呢，有卖好吃的牛肉串，印象超深刻。接着去到了平等院，然后先看了一下旁边的表参道，有很多店可以逛，买了抹茶冰淇淋。因为平等院要门票就没有进去。来到附近的宇治公园，风景很漂亮，在河边还有人在划船。然后回到车站，在附近买一大堆抹茶的商品回家。第3天来到2条城，这里曾是德川家康的居所，然后一路上我妈都在洗脑我弟，跟他说这是德川家康的家。因为要门票，所以本来只想在外面绕一圈，但是绕完一圈之后，我妈就改变心意，她说想看里面的护城河，所以我们后来还是买票进去了。第4天前往岚山，先到了天龙寺，刚好有庆典活动，所以还蛮热闹的，是要试喝到很苦的酒。接着来到知名的打卡点渡月桥，可惜天气不佳，所以怎么拍都很难看。
在商店街体验到日本卡通里常常看到的那个抽奖。前往日本三大景之一天桥立，要搭超远的JR。下车先路过智恩寺，所以就先进去，抽到一把大吉的扇子，然后看大家都绑在树上，所以我也跟着绑在树上，没有带回家。接着就来到天桥立公园，地图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狭长的岛，然后全长大概是3.6公里，可以骑单车或是散步看风景。走到另外一边叫一之宫，可以再搭船回来天桥立这边。